好，回到节目现场，继续跟3位专家来探讨更多地缘政治的热门话题哦。我们来看美国跟加拿大美加共和体，过去说他们两个是这个被认为最铁杆的兄弟之邦哦。但是呢，自从川普总统第2任期开始以来哦，就开始关系恶化了。因为呢，这个川普不断对他们的北方邻居啊是冷嘲热讽、羞辱至极。那加拿大也可以说是不冷喽，他们最近做了一个动作。100年来首次兵推的假想敌，竟然是美国他们来模拟美军如果一旦入侵加拿大该怎么办？要知道这个美国跟加拿大的距离啊几乎是连在一起的，双方的这个边界啊是世界上最长的不驻防的边界，高达了8900公里啊，可以说是一个无从防守的状态。所以一旦美军往北大举压境的话呢，加拿大人自己也知道，他们可能一些重要的据点在2到7天之内就会全面沦陷了。那这个加拿大军队怎么打呢？他们可能就要参考过去啊这些中东对抗美军的方式啊，打一些游击战啦，打一些无人机战啦，做一些这种不对称的消耗，让美军的据点呢付出比较高额的代价去做。好，这一次模拟美军这个入侵的剧本哦，然后大家都觉得很不可思议。不过加拿大此时端出这样的兵推，就很明显啊，就是要反击川普最爱讲的“你是我们的第51州”这样的一个战略示威嘛。那张教授怎么分析加拿大此刻端出这个假想敌兵推的一个说法？因为这是第一次，因为加拿大一向是没有天敌，它跟这个唯一的邻国就是美国。它跟俄罗斯在中间还隔了一个美国的阿拉斯加，那跟其他西方国家还隔了一个格陵兰呢，那就是一个南边的美国。那边界又那么长，人口又那么多，4100万人口算蛮多的这个国家，而且这个国家是世界上第2大的土地面积，大概980万到990万，998万平方公里，世界第2嘛，就仅次于俄罗斯，那么大，结果美国要吃它，因为美国讲那个川普有说。要让我这个加拿大被美国第51州啊，我认为要参考的指标是格陵兰。格陵兰，我认为会有先后次第。格陵兰比较好拿，因为格陵兰是全世界人口密度最低，是1平方公里那么大，不到1个人，大概就是1平方公里只有0.3个人，太冷了啦，太冷，地广人稀嘛，那比较好解决，先解决容易的，再解决困难的。加拿大4100多万怎么弄？而且加拿大的面积。土地面积比美国还大，美国980万，加拿大998万平方公里，是不是这么大？所以我认为有3大困难。第一个大困难就是法律问题，因为如果美国要对加拿大动手，违反联合国公约，是不能以武力作为扩张领土的凭借，这个讲得很清楚。第二，国际法，不可以啊，你这个会拿武力呢。所以加拿大现在第一次把美国列为假想敌，从来没有，因为加拿大没有天敌，第一次。那接下来要克敌，就克美国，因为美国要把它并成第51州。所以我认为，第一个是法律的问题，国际法跟联合国公约；第二个，我认为它是大英国协，大英国协总共56个国家成员体，这个加拿大也是其中之一。那其他的55个国家会不会声援加拿大？当然声援加拿大，英国也是大英国协的。这个是大老板，对，宗主国嘛。澳大利亚也是啊，都是大国家。印度也是大英国协，国家大不大？体量大不大？大。那这个他们会不会出来声援？当然声援了，因为大英国协不声援大英国协，谁是声援大英国协啊？所以我认为大英国协的力量会出来，这个力量大。这56个国家跟经济体那是不得了的事情，而且人口非常多。我认为会给美国形成压力，一个制约。叫美国不要轻举妄动，一定要让它达成美国第51州。我认为第3个时间的先后的话是，如果格陵兰对川普来看容易到手，对，加拿大就要危险。如果都那么容易，那个格陵兰216万平方公里，当然人很少，就57000人，我觉得都那么容易到手了。它也是大家都说违反联合国公约跟这个我们所讲的国际法，不一样到手啊。那加拿大想的，那又比照办理了，是就讲先后次第，存亡此寒，这种逻辑是这样的。所以我认为，如果很难拿下格陵兰，加拿大相对的比较安全。你看那个人口那么少，你都还搞不定。是我人口4100万，你还搞得定吗？就会这样的。加拿大最重要，它并没有天敌。你要知道，4100万人口，加拿大的军队总共也只有陆海空军67000人。那非常少嘛，你看看它就几乎不设防嘛，没错，对，它同样的也是跟美国一样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唯2
不在欧洲的，对，一个是美国，一个加拿大，就两个，没想到两个打起来，真的，这个很难思考的，没错。所以他认为格陵兰的并吞的时间的先后跟容易的程度，我认为是要去，就是做一个指标，也做一个我们讲的停损点的一个参考物。是，好，刚才张教授跟我们分析过往可以说是没有天敌的加拿大，现在最大的天敌一定就是川普了。没有想到川普第2任期上任以来，让加拿大人产生了这么大的，我们不要说亡国感但是危机意识是更胜以往的。好，那我们脑洞大开一下，这次的这个美加兵推图呢，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末日剧本，竟然是加拿大官方自己提出的，这个发展情节堪比小说啊！它最精彩的就是莫过于刚刚有提到的英国，还有它的这些大英国协的国家，包含了法国这2个老牌的强权呢，会对加拿大来伸出援手。那英国我们都知道它是加拿大的宗主国嘛，现在加币上面都还有印有这个英女王的肖像，这就不用多说了。那法国也曾经殖民过加拿大，我们看到在东边，像魁北克、渥太华都是讲法语的法语区，所以现在英法的这个武力介入的剧本还不够狂，它设定了一个北约内斗的一个设定甚至双方会打到后面，可能动用核武来互相威胁。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离谱，有点像是好莱坞剧本的这个剧情了。但是从地缘政治上，一旦美国你不再担任这个北美洲的保护者，加拿大过去很多是你军事军在保护，你现在反倒成为了一个侵略者的话，那么欧洲、北约还有加拿大的安全保障该怎么来做？李将军。我们如果从地缘战略来讲的话，全世界这个就地缘来看，最安全的国家是美国哈。他可以说没有敌人，他除了自己历史上面他自己的南北战争之外，他几乎没有被别的国家发动过战争。第1次、第2次世界大战都没有打到美国去哈。那一直到第2次世界大战到现在，他也没跟别的国家发生这个没有被别的国家入侵到美国。那为什么呢？因为他这边是大西洋，这边是太平洋，上面是一个国家叫加拿大，是跟他盟邦，而且是一个弱国；南边是这个墨西哥，也是一个弱小国家，所以他在中间他是最安全。也因为他2次世界大战他都没有被打到，所以他可以利用2次世界大战积极发展他的军工产业。所以在2次世界大战以后，他扮演一个角色叫做世界警察，然后维护全球的一个这种和平跟安全，组织公道。但是你很难想象到，说是他本来扮演叫世界警察，结果这个警察居然转身变成强盗然后到全世界各地去掠夺，而且是掠夺他自己所保护的这些盟国国家。我们看到第一个是格陵兰嘛，最近这个川普来讲扬言甚至于不惜要用武力夺取格陵兰。然后第2个来讲，他将羞辱加拿大，将加拿大列为第51州南边来讲，对于他自己的南边这个国家，委内瑞拉也动用庞大的军力去夺取。他不但动用军力，而且他用政治经济上的力量，也对于这些国家实施掠夺。我们看到他所谓的关税政策你们只要不听话，他的关税大棒就挥出来。甚至于在前2天，在这个达沃斯论坛上面，这法国马克宏只是讲了一句反对他的话这不愿意参加他的所谓和平的协议的国家，他马上说你不参加我就磕你香槟酒，我就磕你200%的关税。所以我们很难想象，当一个你认为会保护你的这种国家，现在反身过来变成侵略你、霸占你的国家，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就是加拿大现在这种处境。当然，加拿大这次觉醒，我觉得也是很清楚。当然，你就必须这个虽然说这种情景发生可能性，像好莱坞电影一样，几乎是不太可能。可是你也不能说完全排除。你说在这个拜登时期，拜登之前，我们也很难想象说是这个会出一个川普这种总统硬要抢夺格陵兰然后你也很难想象说北约总共8个国家派了军队虽然说只有34个人，也要去保护格陵兰，然后面对的假想敌居然是美国所以这个以前没有办法想象的事情，但现在确实都发生了。那你说加拿大这个有一句话叫做国无这个强国外患者恒亡，那加拿大有这种国家安全的警觉是对的，法国跟这个英国这些国家有这种警觉是对的，你很难保证说哪一天美国真的就侵略了他们。当然，我们以前都认为加拿大这个不只是这个美国的盟友，甚至于他在北边来讲，他帮美国当盾牌嘛。我们讲说北美防空司令部就是防止这个苏联的导弹从俄罗斯那边飞过北极，
打到美国，所以他必须要用加拿大来当他的人肉盾牌。那现在如果说川普自己将自己的这种盟友推到战争边缘，甚至于加拿大不惜用兵推来这个把美国当作一个假想敌，我觉得以美国本来有很好的地缘战略的位置，那纯粹就是川普基于个人一己之私了哈，他想要当世界的皇帝哈，他然后忽略了除了军事之外，你应该跟友邦这些国家在外交上面，在这个政治上面取得一个和谐合作，这样才可以确保你自己国家的安全嘛，而不是你要用武力去侵略他国，用经济的力量去掠夺人家的国家。然后造成这些本来是你的盟邦国家，现在对你反感，所以我觉得川普这个举动这个加拿大这次的兵推，很明显的，川普将自己这个树立了原来是盟国的，变成树立了敌人。是，好，相比于刚才这个至暗时刻最坏打算的末日兵推的剧本呢，我们接下来讨论这个四方制衡会不会是一个比较务实、现实的路线呢？那就是加国总理卡尼他说了，当规则不再保护你的时候，你必须保护自己。他也呼吁，像是英国、法国、德国、澳洲、印度、墨西哥等等这一些这个 middle power 中等强国呢，大家应该一起来跟加拿大结盟，团结起来拒绝在现在世界有点三分天下，有美国、中国、俄罗斯三个超级强权主宰的一个情况下呢，选择站队他们要团结起来，组成一个第四股的全球势力来抗拒这个拉横，那避免呢成为这个美中俄三强的这个刀俎下这些小国都只能沦为被人家任人宰割的鱼肉。好，这个话说得很丰满，但是现实还是蛮骨感，尤其是从你加拿大说出来的，因为加拿大有非常大的经济都是依赖美国，国防的装备、卫星的情资，乃至你的文化、娱乐等等。都跟你这个南方邻居方方面面是高度这个绑定在一起的，所以你说要摆脱超级大国的保护伞，说得很好听，但实务上是有可能做到的吗？杨老师，当美国不再保护你的时候，你就靠你的实力来保护你自己了。其实卡尼讲的意思就是如此。是，那加拿大是它的贸易出口70%是前往美国，对，那前往中国是第2位。但只有个位数，大概7%左右，所以他这次到中国大陆去，等于是开创了一个8年以来加拿大总理访问中国大陆，也开放中国大陆的电动车进口，那被卢特尼克骂愚蠢。那事实上，卢特尼克代表的美国的企业才紧张了，因为美加之间的这个边境我穿越过，那基本上就好像没有太多的这种障碍，它还是有一个关卡。对美国人而言，根本就好像只是走过一个门。对有美国签证的而言，也只不过是多看一眼。所以实际上双方虽然加拿大的出口70%到美国，换言之，美国依赖加拿大来的一些东西，你看一些项目，那个依赖度很高，那不完全都是一些就是劳力密集的产品。那加拿大对美国的投资也是外来投资的 No.1， 所以实际上这个川普并不是那么容易做一刀两断的切割，而美国的民众企业事实上也会做怎么样的调整。我觉得那个冲击不会这么大，至少在经济的层面。那至于呢，在安全的层面，我也不认为美国会去打加拿大。美国现在都不敢打格陵兰了，怎么会去对加拿大动武呢？那更不要说核武的威胁对加拿大，其实一直在冷战的时候很紧张，因为它等于算是美国的一个连结。但是现在呢，其实我觉得他并不是那么担心。当然，并不担心，并不代表没有危险，也并不代表不要准备。所以他就在希望说，在欧洲国家我们要组成一起，能够组成一起吗？连欧盟都不是一个国家了，你加拿大也不是欧盟，英国都退出欧盟了。不过在这一次格陵兰的这个问题上，英国这几个主要的国家，欧洲这几个主要国家是表现了一致的行动，比如说一致抗拒川普，一致没有参与到这个加沙的和平委员会。那可是呢，这也只不过是在外交上，你真的要比实力的时候呢，他们还是跟一个单一国家，像是中美俄，那还是没有办法比较的。所以这些国家呢，它是可以在外交上做联盟，经济上做更进一步的结合跟开放。但是要进入到军事层面呢，要考虑到他们的地缘政治跟他们的智慧，以及大国对他们的态度。所以最好
这方面要谨慎。可是呢，在经济跟外交上，我觉得他们抗拒大国之间的联盟，就像卡尼所说的，他说要以价值观为本的现实主义，那这个就很清楚了。也就是说，在中美之间要懂得平衡了。是，所以卡尼也是一个聪明人啦，懂得在被美国压迫的时候呢，要找寻第二个这个保险措施来建立比较好的关系。好，下段节目呢，我们还要探讨川普他对格陵兰打的如意算盘，刚才讲了很多，可能可以作为加拿大的前车之鉴吗？以及中国大陆现在最新的晶片话题，我们待会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